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豫南北宁的工业区哦。豫南北宁这边工业区哦，有将近一半的这个工厂都是中国工厂。这边中国工厂特别多。像格尔了、富士康了，反正就是，还有国内的各大工厂，基本上都是从东南沿海搬过来的，从广东深圳那边搬过来的工厂是最多的，还有一些从浙江、江苏搬过来的工厂也很多。这边工厂基本上都是做代加工的，加工贸易。所以北宁这块的话，也是豫南这边经济相对来说最发达一个省份啊。整个豫南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北宁这里啊，北宁省这边的话，虽然说地方很小，豫南最小的省份，但是却是豫南最富有的省份啊。这边的话，云集着很多工厂，还有韩国、日本的工厂特别多，所以这块的话打工人非常多，到处都是工厂，遍地都是工厂。这边的话，工人也特别多，然后经济的话也比较发达。晚上的话，这边人非常多，人流量很大。我这两天嘴巴痛啊，嘴巴烂了，说话有点说不清楚啊，因为嘴巴上火了，这个很痛，讲话不是很清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发展情况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北京这里一望无际的这个代工厂，这里现在非常像中国90年代，还有2000年代时候东莞的那种景象。东莞的那种场景，你看对面这个厂就是韩国的啊。这边的话，最多的工厂就是咱们中国的工厂，还有韩国、日本的工厂，非常多。北京的工厂有一半都是从广东、深圳搬过来的。这边的话，前面是一个城中村啊，北京这边最大的一个城中村，跟国内的城中村很像，非常像。到处都是民房，一望无际的这个民房，出租屋都是打工的这个工人，然后在对面这个村子里面住着。这个村子里面的话，这个村子里面的话，房价很便宜，基本上一个小单间基本上就在100多万豫南盾，和人民币的话就是300-400、400-500这个样子。然后吃饭的话也很便宜，基本上都是人民币10块钱左右。都是这个价格。房租的话，确实在豫南的话也算最便宜的了啊。工业区这边基本上都是300-400、400-500这个样子啊。这边的话住宾馆也比较便宜，宾馆基本上在20万，到25万，价格的话就是60-70，70-80人民币啊。所以这块物价的话还是挺便宜的，物价很便宜。这里是北宁这边最大的一个工业区啊。贵武工业区，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啊，现在才4、5点钟。到下班时间的话，这边人非常多，马路上到处都是摩托车，都是上下班的工人啊。我现在在这个高处给大家拍一下这边的景色。这附近的话有富士康，还有戴尔，格尔，所以这块的话工人特别多，人流量很大。这边的话真的跟中国90年代的广东、深圳啊、东莞，那边特别像，非常的像，都是大规模的这个工厂。反正就是来到豫南北宁这里，让我瞬间就回想起了2000几年的时候在广东打工的时候那个景象，让我瞬间就感受到，以前。18岁、20岁的时候，在东莞打工的时候那种场景，感受到的就是感受到的那种回忆啊，那种几十年前的那种打工时候的那种记忆啊。反正在这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代工厂，还有打工妹啊，反正就是来到北京的话，瞬间就感觉到这个时光好像一下子倒回到10几年前、20年前的那种场景，让人有一种怀念，有一种岁月感慨的那种回忆啊。就是来到这里的话，就能看到，过去的那种影子，看到10几年前、20年前自己打工的时候的那种场景。以前在广东、在江苏、上海那时候上班的时候，
也是这种就是工厂生活，也是这种工厂生活。北宁这里的话，越南最富有的省份啊。这里打工的人很多，房租价格、消费什么都很便宜，都特别便宜。现在下雨了，我正在这边拍着，这会儿还是下雨的，雨下的有点大了，我准备回去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天桥上，这个天桥上晚上有很多下班的工人，然后在这边喝水啊。他们下班在这里喝茶、喝水、聊天嘛，很多。只不过今天下雨的，人少。平时不下雨的话，这边喝茶喝水的人很多。在越南这边的话，他们就是每天晚上喜欢在路边摆一些凳子，然后大家坐在路边，然后喝茶，吃瓜子、唱歌、聊天，反正就是，这种场景的话，我还是挺怀念的啊。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回房间了啊，正好下雨了。刚刚在这逛了一下，就下大雨了，现在没法逛了，准备回去休息啊，雨很大。这里就是北宁的工业区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路边很多卖小吃的，很多卖美食的，现在他们都开始陆续的下班了。前面就是一个城中村啊，这边很多卖小吃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村子的话很大，基本上在富士康上班的人啊，大部分都在这个村子住着呢。这个村子旁边最大的工厂就是富士康。现在刚刚建的这个村子啊，旁边的厂全都是富士康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村子啊，这里全是民房，都是这种农民自建的房子啊。越南的房子就是很窄，很高，这边的话就是房租很便宜啊，生活日品也很便宜，生活日用品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消费啊，物价很便宜，而且生活配套设施很齐全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明天再给大家拍啊。